今天讲一部刚刚上映的文艺惊悚片《无边勇士》，它由迷人而又危险的米娅·高斯出演。本片充斥了大量的2级画面，提醒观看此片的老铁们控制好情绪。故事发生在名为托卡的岛国，因为久闻这里的风景甚好，男主詹姆斯带着妻子一起来度假。望着远处的海滩，妻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看一看。随后两人来到酒店的附近游览，很快被当地的风俗表演吸引。这时有个叫玉珠的女人走了过来，然后表示自己是詹姆斯的忠实粉丝。原来詹姆斯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，他很意外能在异国他乡遇到知音，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女粉。当天晚上，玉珠和丈夫邀请詹姆斯夫妇共进晚餐。通过他们的谈话得知，玉珠夫妇的职业都是演员，他们每年都会来这里度假。当提及作家这个职业很难养家糊口时，詹姆斯的妻子打趣说自己是个富婆，丈夫只要牢牢靠着她就够了。这句话看似是在开玩笑，但在詹姆斯听来却很不舒服。不过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詹姆斯如今能有作家的头衔，靠的就是妻子背后有钱有势的父亲。这时玉珠投来理解的目光，詹姆斯看后却有种莫名的躁动。第二天，两个刚认识的家庭结伴去郊游，并租用了酒店的一辆跑车。不得不说，托卡的风景十分秀丽，沿路目及之处都是美不胜收。不久后来到一处山泉休息，慵懒的阳光让人十分享受。这时玉珠再次投来特殊目光，詹姆斯瞬间理解了其中的含义，在他们心里都很清楚。吓坏的詹姆斯立刻想到了报警。玉珠见状大声呵斥，并劝说趁着没人赶紧跑才是上策。就这样，几个人坐上车后选择了逃逸。次日，詹姆斯被敲门声惊醒，等他打开房门后瞬间懵了，原来是托卡的警察找上了门。詹姆斯猜不出是谁告的密，但是已至此已经不重要了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颠覆了他的认知。警长告诉他这里的法律非常严格，而肇事逃逸罪就属于死刑范畴。这句话犹如五雷轰顶，吓得詹姆斯差点尿了裤子。警长继续说还有缓和的余地，条件是只要你提供足够多的钱，我们就能帮你制造出一个复制体，然后他会替你承担一切罪行，包括走上断头台。如达厚厚的钞票被当作筹码取出，蠢懵状态的詹姆斯也被带到了一个地方。斯醒来，妻子告诉他替身已经做好，来到指定的房间查看。警长介绍说复制体和本体一模一样，包括他们的记忆和思维。话锋一转，警长说等下复制体行刑时，詹姆斯夫妇必须到场观看，这是规矩。詹姆斯不在乎警长说了什么，而是很好奇眼前与自己一样的复制体。惊骇的一幕吓坏了詹姆斯，他急匆匆告别警长离开了房间。几小时后，在一间空旷的巨大仓库内，詹姆斯的替身被绑在了一根柱子上。他的样貌虽然和本体如出一辙，可结果却要扛下所有罪罚，接受死刑。与此同时的看台上，詹姆斯夫妇正满脸震惊地望着这一切，可怜的替身也是血肉之躯，临死之际还在哀求看台上的妻子。妻子被这一幕深深震撼，明明知道受刑的人不是丈夫，可内心却依旧犹如刀割。随着刑场上替身的倒下，坐在台上的詹姆斯竟露出一丝诡异的笑。事后警长将替身的骨灰送了过来，詹姆斯见识后倍感荣幸，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份也跟着得到了提升。这想到昨晚自己受到的羞辱，内心的羞耻让詹姆斯不想再做理会。这时玉珠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，直接开枪拦停下了车子。富豪们叫嚣着让詹姆斯下车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玩够。What are you doing in there, James? Huh? Where do you think you're going, you little baby? 无奈的詹姆斯只好下车，然后跟着他们继续任凭摆布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已经露出真面目的玉珠讲述了真相。原来他根本没读过詹姆斯的书，自然也不是什么粉丝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引导詹姆斯进入圈子，然后让其成为众多富豪们的玩物。面对玉珠赤裸裸的羞辱，此时的詹姆斯也醒悟过来，自己本就不是什么作家，只不过是一个靠妻子活着的废物。之所以会落入玉珠的圈套，全部是来源于自己想满足被贬低的自尊。一直都想过，富豪们被他慌乱的挣扎逗乐，纷纷想上前奚落一番。经过一番激烈的缠斗，詹姆斯将复制品按在身下狠狠击打。此刻的他已经完全屈服了富豪们的淫威。玉珠走过来一样。几天后，托卡的雨季开始降临，酒店也宣布正式停业，所有人也都必须结束度假，各自回国。詹姆斯没有买什么特产，而是带走了3件相同的纪念品。在前往机场的大巴车上，富豪们好像都恢复了正常，但看表情就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这时的詹姆斯非常疑惑，自己的经历到底是真的，还是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梦呢？在机场准备登记的时候，詹姆斯陷入了无尽的沉思。他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而自己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精神病人。等到所有的航班全部离开，詹姆斯则选择了继续留下，回到已经停业的酒店。詹姆斯找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，或许他在思考此行的真正目的，也或许在思考自己是不是一个复制体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该片被译为无边泳池，大概是想表达当放纵成为一种习惯，可悲的灵魂也只能被困在欲望里，而且永远也无法再靠岸。